大家好，关于种植韭菜呢，从种子开始种会很花时间，因为植株生长上方的结构虽然跟青葱很像，但是种植的过程却会比较接近芦笋都需要养根的时间与过程。空间小或是比较挤的话，倒是可以想办法找老根直接种。这样很快就可以进入不断采收的阶段。比较资深的观众大概都了解，因为有闲置空间的缘故，也就习惯从种子种起。作物种植的过程，隔壁的小黑大概也学到了不少先在一旁慢慢等待完成最后浇水的步骤，他才会准备起身由于种子未事先泡水，浇水更要将水浇透。播种后的几天要保持土壤的湿度，以确保发芽率。发芽后几乎偶尔浇水就可以等长到一定高度后，再进行下一步处理就好。这育苗的时间是在4月中还可以看到一旁的茼蒿正在开花。后续就是单纯进入放养，也就先不用理会它了。接续是正片的前情提要日前将紫薇白菜与丝瓜移植后的状态。这时间已经进入6月多雨的季节，丝瓜主要是要测试发芽的效率，所以种植的时间算是相当晚不过个人有不同的想法。由于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合理的想法是可以采收的时间也可以延后了。若是种出来的丝瓜是晚期口感比较不好，还有很大的退路就当作是种植菜瓜布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多雨的季节，环境还没有来得及清理干净至于这一旁是灯笼果已经长很粗厚，经过修剪的状态了，生命力有多强，很快就可以看到。隔天一探呢，小白菜全部凭空消失之外，连丝瓜苗也只剩下部分底根往好处想，只是前一天做了大部分白工这比照顾几天后全被瓜鸟吃掉好上许多而更换作物种植会是比较有效率跟好的选择在雨水期要好好整理环境，很容易事倍功半没看过这么优质的土壤的观众呢，刚好可以再呈现一下，将内部挖深，并将刨起的土壤拿来覆盖一旁的青葱至于内部挖深的原因，则是选择了比较适水的韭菜种植。这个局布得有点久不是个人的远见只是因为在台湾很多种子一份数量就非常多，整理好一块地通常需要一点时间曝晒与再次除草。此时顺道撒下一些菜籽，再次除草整地时，就会有不少菜苗可以派上用场。这是比较省时省事的方式而不是想要种植时才进行撒种这样家庭种植若是空间小，根本很难自主而韭菜的生命力跟青葱一样非常强，这不需要带土进行移植，也都可以存活，因此就可以顺道将掺杂其中的杂草分离。这要直接种在这里，当然也是可以只是采用移植的方式会更方便与快速整理此处而家庭种植若是使用自来水浇水，自然可以往不长草的方向努力但由于这是使用灌溉的河水河水里草籽比较多杂草清也清不完，只能找快速又好清除的方式做。反正摸久了，大家就会找到自己的方法。整理好之后，若是有进行晒土杀菌的习惯，曝晒时进行反复翻松，可以提高效率
简单来说，很像洗完头吹头发的过程啊，不去翻动，只吹头发表面呢，要完全吹干，当然就需要比较久。现在这种烈日翻动个几次，其实就可以种了。习惯自然晒土的人不去翻动，晒个几个月也是大有人在啊，就看个人对于用地需求。由于韭菜需要养根的过程，加上生命力很强，随意移植都可以活。因此，若是种植空间比较小，在养根的阶段，可以让植株的间距小一点，等根系长出一点后，才进行分株移植啊。但是这个位置是闲置空间哈，目前就直接成行进行移植。虽然没有插过秧啊，但看过插秧机在田里走路呢。这是什么梗？以前有句话说，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嘛。但是时代变了，现在大都是吃过猪肉，没有看过猪走路了。硬扯到这里，只是另外想说哈，自然农法与惯性农法完全是不同的农法。自然农法追求的精神是返璞归真啊，而不是只是努力的追求产量啊。个人主要是想分享家庭种植与自然农法的可能啊，喜欢习惯用现在惯性农法的方法进行要求呢，好歹你也要有专业的农具再来苛求啊，不然老实说，要求专业谁会理你？术业有专攻，真正的专业户呢，只会种植一两种作物就忙不完了，还有时间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专业吗？这应该是很容易理解吧？再不懂的话，用个简单例子说明。有哪一家名店会把自己成名的秘诀公开？同样一碗牛肉面，做法千百种，大家口味也都不相同，怎么会要求一样的种法？真的是不好理解。另外，所谓很专业的种法，很多时候呢，专业户都不敢吃自己专业种的菜啊，自己要吃的都还另外用不专业的种法，这很讽刺啊，却是很接近现实的状态。反正这部影片算是很杂，无法分类啊，那就杂到最高点。顺道聊一下家庭种植的现实状态啊。现在要移植的是百香果，虽然已经会结果，但是种植位置不理想，因此进行移植。理想的状态是采用带土移植啊，不过因为不方便带土挖掘啊，只挖出带有细根的深度啊。没有带土移植，通常只要带有气虚根，据个人经验还是可以存活，但存活率会比较低啊，而且需要给它多一点的时间复原。如果很介意存活率，建议是要带土移植啊，因为目前已经有5颗百香果啊，对于存活与否呢，就可以不用那么介意啊。毕竟不换一下种植位置，也只是在苦撑啊。这只是顺道将整理好的空间给利用掉。经过快1个月后，近期的天气算是非常不稳定啊。日前移植的青葱与韭菜完全不受天气与蝸牛的影响。这种雨水多的季节，垫高种植有很大的优势啊，不怕淹水，也省掉得时常浇水的麻烦。而粗壮的灯笼果经过种剪后，新的枝叶已经又快速长出来。虽然可以看到花苞啊，但是天气越来越热，
结果的难度会很高，就看一旁已经快速上棚的丝瓜可否提供这样的效果。另外，这株补播种的丝瓜也追上进度上棚了。上棚后就可以进行主蔓摘心的动作，以处顶芽优势来让子蔓加速长出。接下来的苦瓜与豇豆种植，这真的是自然农法的极致啊！这苦瓜是自己野生的，因为去年曾经在这个位置种过苦瓜，凡种过必留下痕迹的写照，只透过修剪的方式让其通风啊。苦瓜是一种得套袋的作物，内层黑色的套袋则可以让白苦瓜长得白里透亮。至于这株野生豇豆独享整个棚架呢，完全不浪费的拼命攀爬，健壮的底茎不知可以长出多少豇豆啊！单纯是好奇，就不干扰它生长。目前正在开花中，希望不会让人失望。最后，这是走到北移与增加种植空间的调整，目前已经开始重新修整虹溪蓄水池了。谢谢收看。